你们见过世界上最高的苗族女神像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林同学。这里是贵州省的剑河县。今天我在自驾的路上路过了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特别精致的雕像，仿佛随时要走出来一样。走，我带你们看看去吧。看到了吗？就是这个雕像，看她的穿着，这应该是一位苗族的女神。这个雕像真的实在是太精致了，她的服饰为苗族的传统女装，纹理清晰，许多镶嵌在衣服上的银饰都是精雕细琢的，纸上的蝴蝶栩栩如生，好像随时都要飞走一样。在这个广场上除了标志性的建筑之外的话，还有一些像这样的行人还有就是一些娘娘正在卖的一些就是小玩具吧。而在广场下面的话，从底下是一个向下的台阶，刚刚我也是从这里过来的。两边的话就是广场旁边的植被了，在远方的话就是一条清河，后面就是更远的地方就是绵延不绝的大山。现在是3月大家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也是零零散散的有几位游客，我们过去问一下他们吧。哎，你好。你好。哎，请问你们是游客还是这里的居民啊？我是游客。哦，游客。哦，我是刚过来这边自驾路过这个地方的。请问这个地方的话，我看到这地方有一个非常精致的雕像我不太了解它到底是什么雕像，你们知道吗？这个是苗族的一位美神，叫养阿莎，翻译成我们汉语就是水边的姑娘的意思。哦。这是一个苗族的美神雕塑。刚才我们也是从当地人那边了解到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苗族女神你看一下，她的非常端庄优雅的站在这一个楼房的上面，看起来非常的苗条，又非常的漂亮。而她身上的这些服饰是非常有那个苗族的传统的服饰，你看一下，特别的美。你看她都有2只蝴蝶被她吸引到了，手上都你看，应该是被她的美貌，和被她身上散发的香气。对。哎，听说她还有个故事，你知道吗？她有2个版本吧，一个是说她嫁给了太阳神，然后太阳神6年没有回家，然后她就跟月亮神好了。这样有点乱了。然后月亮神把江山就给了太阳神。还有这个。另一个版本是她嫁给了太阳神，太阳神6年没有回家，然后乌云从中作梗，然后太阳神就迷失了自我，就天下大旱，然后这个养阿莎为了接救太阳神和接救天下苍生，然后就牺牲了自己。所以大家对这个养阿莎女神所以大家对这个养阿莎美神她特别的敬仰，也是他们的一个情感归宿和一个精神寄托吧。真的是很感人的，很感人。而且她不仅长得美，而且心地还善良，又有正义感。对，真的是值得来一看。好，2位旅人真的还是非常的博学，希望能够与2位如此博学的人一起同行。那你算选对人了。好，再见，谢谢你。原来这一个美丽精致的雕像，它是苗族的女神，她叫做养阿莎。据说是斥资8600万所建成的，雕像高达88米，其中底座高达22米，雕像身高66米，取自当地苗族的特色节日2月2跟6月6，这不是随便就建成这个数字的呀，有着苗族传统文化的寓意。养阿莎的寓意是清水姑娘，这同她的出生有关。传说大苗岭的800寨同心同德，在清水江上架起了一座大桥，作为引魂桥，山水之神才孕育了养阿莎。引魂大桥的建成这一天是2月初2，大祭司悟老主持进桥仪式，在古树的清水塘上出现鲤鱼上树，清水花开的吉兆。3月初3，引魂桥旁边的山谷迸发出了一口热气腾腾的温泉，是天帝为养阿莎送来了净身的热水。到4月初8，有5色犀牛来到古树下的清水塘，以独角松土用蹄子掘地，为养阿莎的出生助产。5月初5，5色犀牛终于用独角撬开了最后一块千钧之城的石板，一股巨大的清泉从地底喷涌而出，随即一阵清脆的莺啼声从古树下的清水塘里面传出，可爱的养阿莎降生了。这是一个千年难遇的传奇之夜，万里大苗岭无人入睡。大祭司悟老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养阿莎，寓意是清水姑娘。而出生之后，养阿莎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养阿莎她出生的第1天就会笑，第2天就会说话，第3天就会唱歌，第4天便已经会织布了。养阿莎的歌声是那样的委婉动听，飞遍了山山岭岭，响彻了春春在在。
在阴天里，它的歌声能够驱云逐雾，将太阳唤出；在冬天里，它的歌声能够驱逐寒冷，唱得漫山遍野开满鲜花。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杨阿莎18岁妙龄的时候，大苗疆99江略里的姑娘们在她面前都黯淡无光，小伙们无不爱戴着她。后来，天上的太阳看中了杨阿莎，指使乌云给她做媒。乌云使了各种手段，迫使杨阿莎嫁给了太阳。但是太阳他并没有把善良美丽的妻子放在心上啊，而是整天在外面瞎跑，1年6年不回家。杨阿莎就这样寂寞又痛苦地生活了6年，好像在守活寡。在太阳家里，唯一跟他相处的人就是月亮。月亮虽然说是太阳的弟弟，但实际在家里是太阳的长工。月亮勤劳而又诚实，他很同情杨阿莎。杨阿莎在月亮那里也得到了他不曾得到过的温暖，而且也从月亮的身上看到他所幻想的东西。后来啊，他终于爱上了诚实的月亮，逃到了很远的地方，结为夫妻。事后经过李老们的评理，杨阿莎和月亮终于获得胜利，最终以月亮交出了所有山头为代价，杨阿莎获得了长久的陪伴。后来啊，苗族人们管杨阿莎称之为美神，代表了苗族姑娘们纯洁善良，但是又敢于追求真爱的一个特点。杨阿莎的美啊，最鲜明的形象就是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微微向下，乍一看，她似乎是在欣赏手中的蝴蝶，但实际上，她看起来像是在看着脚下的所有人。这一个个精致逼真的苗家少女形象啊，不仅体现了中国匠人们的独具匠心，更蕴含着苗族的传说和文化，让游客不仅惊叹苗族少女的美丽和温柔，更感受到了苗族姑娘们的激情和勇敢。好了，时候不早了，我也是时候该离开了。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拜拜。